们现在常讲的猎巫，意思是指公审或是道德魔人的舆论迫害，但是在人类历史上面，猎巫其实真的是字面上面的意思，猎捕女巫。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猎巫运动吧。现在下载 Hami Video App 并进入 CAT 网红馆，你就可以在这个为台湾新媒体创作者打造的全新平台，独家抢先看到许多优质的创作内容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猎巫这个词在历史上面一度是真的把女巫当成猎物抓起来处决的行动，而且这个疯狂的运动还延续了数百年的时间，有4万多个巫婆因此失去了生命。一直到最近几年，欧洲跟北美各地开始有人出面要求为女巫进行转型正义，想要还给他们一个公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样的人会被认为是女巫？他们又是怎么被猎捕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之前，还是要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想要自己接案挑战不同风格的设计吗？在接案之前，你需要先做一些准备。趁着设计师接案学7月的限时优惠，了解业界生态，让你取得更多的优势。以前想知道怎么接案，只能到处问人，现在接案学帮你系统性的整理好接案的知识，从专案管理、业务沟通到经营发展，一次建立完整的观念。不管你是即将踏入业界的新手设计师，还是想要尝试自己接案的现职设计师，接案学都能让你更有信心迎接挑战。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把握7月限定的课程优惠吧。现在讲到女巫，大家可能马上想到的是哈利波特的妙丽或是麦教授，但是在历史上面的女巫形象其实并没有那么完美，而是更接近白雪公主这类童话故事里面的巫婆。通常是驼背，有个弯钩型大鼻子，脸上有着一颗一颗的瘤，戴着尖尖的帽子，还常常跟蜘蛛、青蛙、蛇等等的动物一起出现，给人一种很邪恶、很可怕的感觉。当然既然有女巫，当然也会有男性的男巫。不过，因为今天讨论的猎巫运动里面，绝大部分被猎捕的对象都是女巫，所以我们今天会专注在讲女巫的部分。那最广义来说，女巫的定义就是会用巫术或是咒语来召唤超自然力量的女性，基本上面跟这个神秘仪式、灵修、大自然还有巫医治疗这几个元素有关。那这个听起来有点神秘的职业，在一些传统的社会里面，其实有着非常重要的功能。他们日常的工作有一部分是担任宗教活动的主持角色，像是跟超自然力量沟通、进行能量修炼、帮民众进行命运占卜等等。另一方面，他们也有类似医师的功能，透过研究草药或是口耳相传的经验，去帮民众治病、接生，甚至是堕胎。那在医疗还不发达的年代，这些女巫的传统医学知识对一般庶民而言呢，其实非常的重要。再来，某些地方的女巫也有类似法官或是教师的功能，负责传递知识，提供民众生活上面的建议，还要帮忙排解中介民众之间的纷争。所以在传统社会里面，女巫可能同时担任了医师、法官、教师、牧师各种重要的功能，跟民间社会的关系非常的紧密。但这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就引起了当时掌权者们不满。虽然欧洲的猎巫活动从很早以前就一直存在但它真正形成一个大规模的运动，要从15世纪开始说起。在中世纪的时候，欧洲天主教会跟政治的关系非常的紧密，但势力庞大天主教会呢，开始变得越来越腐败，引发了很多的民怨。而1517年宗教改革之后，新兴的新教也开始从内部动摇了天主教会的地位。而面对这些内忧外患，天主教会跟统治阶级都急着想要找到一个东西来转移民众对他们的不满，而他们找到的答案就是女巫。他们指责说，就是这群人为了修炼巫术跟魔鬼勾结，才会导致各种的粮食短缺、天灾瘟疫的问题。而我们天主教会可以提供你最好的猎巫服务，帮你把这些女巫跟男巫都解决掉。在15世纪的时候，天主教会陆续推出了猎巫的招数，还有各种行动指南。而欧洲各地也出炉了专门针对巫术的法律，还专门设置了检举的机制，让民众可以通报身边发现的巫师。大规模的猎巫行动正式席卷整个欧洲。但问题就来了，他们要怎么知道谁是女巫呢？要怎么判断谁是女巫呢？那这个有几种可能，一个是这个人真的担任巫师或是女巫的职位，做了前面说的修炼巫术啊、占卜啊，或是研究草药等等的事情，那就很容易被逮捕判刑。可是在很多时候，抓巫婆这件事情比你想象的更加的荒谬。1486年有2个修士出版了一本叫做《女巫之锤》的书这本书出版之后，很快呢就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变成了一本猎巫指南。大家从这里归纳延伸出专属女巫的几个元素，像是夜行、飞行、变成动物、参加魔宴、群
怕吃小孩等等。可是女巫就算有做这些事情，她一定不会让你看到，那怎么抓到他们呢？女巫这才建议可以把怀疑是女巫的嫌犯手脚都绑起来丢到水里，看他会不会浮起来。会浮起来的就是女巫，不会浮起来的，感谢您的自愿牺牲。另外还有一种针刺法。审查官呢会用针去刺女巫嫌疑犯的身体、眼球、私处等等，来验证女巫不会感觉到痛的传说。但大多数时候呢，即使嫌疑人流血喊痛，也会被视为是装出来的，一直刑求到他们招供为止。那想当然了，这个猎巫运动下面呢，就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冤案。在猎巫潮期间，女巫审判是有罪推定的，意思是只要你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是女巫，你就会被判刑。那因为举报女巫有奖金，当时就有很多人诬告某某某是女巫，用这种方式来赚钱。在很多的受害者里面，很多都是孤僻、年老或是跟社会脱节的女性，因为她们缺乏社会支持，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清白，所以非常的容易被定罪。而另外也有一些是当时聪明或富有的女性，因为当时经济独立的女性很少见，她们也很容易被针对。这些被指控的女巫嫌犯会面对大量身体跟精神上面的严刑逼问，在定罪之后再遭遇绞刑或火刑，而他们的财产也会被没收跟瓜分。根据统计，在16到18世纪，大约有8万人受到巫术相关的指控，其中有至少4万名被告遭到处决，而当中超过80%都是女性。而其中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件是发生在北美的塞勒姆女巫审判。1692年2月，美国麻州的塞勒姆呢，有一个牧师的女儿贝蒂突然染上了没有办法被诊断的病，会不断的尖叫，发出奇怪的声音，在屋里乱扔东西等等。当时大家就认为贝蒂是中了巫术，而且施法的人就是牧师家里面的女黑奴，所以牧师跟民众呢对这个黑奴严刑逼供，要他认罪，并且供出其他的巫师同伙。而在严刑拷打之下，女黑奴供出了几个人，民众马上又去把这几个人抓起来，逼问他其他同伙的下落，所以这几个人呢又供出了其他的几个人，就这样子一个就一个，很快的大家开始陷入恐慌之中，互相指控身边的人是女巫，而被指控是女巫的人也会立刻被关进监狱。而这个猎巫潮还不断的扩散，一开始只有生活在社会底层或是行为奇怪的人才会被定罪，到后来连虔诚的基督徒和达官显要也都被牵连了进去，一直到最后竟然连当时决定成立女巫审判法庭的总督，他的妻子也被指控是女巫。这个时候总督才不得不出面阻止这场猎巫，他宣布解散审判庭，并且释放所有因为巫术罪入狱的囚犯。但是在当时已经有19个被告被绞死，其中有14位是女性，还有1位老翁被乱石给砸死，另外3个成人以及2个幼儿在狱中过世。猎巫的热潮延续了将近400年，直到18世纪之后才慢慢的消失，而巫术相关的法律也逐渐被废止。但当时那些无辜失去性命的人却迟迟的得不到应有的正义，所以在最近几年，欧洲跟北美各地开始有人出来呼吁要为女巫平反。像是在苏格兰，有一群受到 Me Too 运动启发的苏格兰文史工作跟社会运动人士，就组成了一个叫做苏格兰女巫组织，要求政府向受害者道歉。苏格兰是猎巫潮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因为猎巫被处死的人是欧洲其他地方的5倍之多。苏格兰女巫透过社群网站串联，募集了数千个国内外的联名签署，而向政府提出了请愿书，要求官方承认这个历史的错误，向受害者们道歉，并且办正式的纪念仪式。而在今年的1月份，苏格兰议会通过了法案，将会正式向在1563年到1736年之间因为巫术法而受审的3837人道歉，正式的赦免他们。虽然对于猎巫的反省声音开始变多，但其实猎巫这件事情并不完全是过去式，直到现在猎巫都还是发生在印度、非洲、大洋洲的某一些地区，而受害者也同样都是社会和经济地位比较低的女性。所以有些学者也认为说，猎巫是一种杀害女性的体制化，背后展现的厌女情绪到今天都还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一期，请记得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才能够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那在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制作这种非常有可能会黄标的主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我们在研究这个猎巫议题的时候，看到了很多很恐怖的故事，有很多的受害者
什么都没做，好好的在过自己的生活，有一天就忽然被人指控是女巫，然后被严刑拷打，被处决死亡，这中间还没有任何人愿意来帮你，光想象的都觉得非常的无助又恐怖。而且这些暴行影响的还不只是受害者本人而已，他们的财产被瓜分，然后家族和后代也被污名化，一直要承受很多歧视的眼光，实在是很难想象这样的事情是真实发生的历史。那当然，这样子的历史错误背后可能受到当时的社会氛围影响，很难完全用今天的标准去看待。但我们认为这就是为什么转型正义很重要的原因。虽然历史错误无法被改变，但如果能够承认错误、澄清历史，一方面是对受害者的弥补，而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能够让我们更清楚的记住教训，不要再让类似的错误再次重演。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最后想问大家，看完今天的影片之后，你觉得猎巫运动最难以理解的是哪件事情呢？什么水淹法针刺法，判定女巫方式也太荒谬了吧？明明是要抓巫术，但最后呢，都在抓女性跟社会的边缘人。C. 猎巫活动呢，竟然到今天还存在，这个最让你难接受。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因为被黄标的关系YouTube 演算法可能会大大的减低这支影片的触及率，所以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内容，请多多的帮我们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猎巫运动。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悲伤地形考以及慰安妇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